这个男人是个打击贪污的警察，他的名字叫柳秀月。有一次，他到地下车库开车，却发现车被人砸了，气冲冲的去找物业理论。查看监控后才知道是自己醉酒后砸的。秀月感到非常尴尬，尴尬之后，他直接去了警局。在警局意外遇到了前女友小倩，小倩一见面就让他摔了个大跤。原来是因为秀月逮捕了小倩的组长老金。老金执行任务时，不幸有2人丧生，老金的同事水哥也遇难了。秀月并没有多关注小倩的情绪，而是和搭档一起去找老金询问情况。老金解释说，他和水哥原本一起行动，本来是去捉拿一个毒贩小沈的，转身时却发现水哥已经被推下去，他赶紧上前进行抓捕，却在过程中被对方刺了一刀。无奈之下，他拔枪还击，结果对方从楼上摔了下来。但秀月却不相信这一套，他认为老金是为了给水哥报仇才故意开枪的，甚至怀疑老金谋杀了水哥，然后嫁祸给小沈并杀人灭口。面对这些指控，老金坐不住了，但这一切都是局长的安排。原来老金之前抓捕了厅长的侄子，这让厅长很没面子，因此局长让秀月来整治老金，让他好好教训一下老金。事情结束后，局长告诉老金，他很有可能这次得到晋升。秀月高兴地去了桑拿房汗蒸，当他正在享受的时候，突然一个戴头盔的男人冲了进来，直接上来就给了他一顿暴打，最后把他扔进了游泳池。同时巡警阿泰正在巡逻，看到一个寻人启事，是个小姑娘找妈妈，妈妈的名字是郑允娥。阿泰看了觉得心疼，于是带着允儿去警局报案。接待他们的警察老范这样告诉他们，郑允儿原来是个陪酒女，刚从监狱释放，可能是没钱又离家出走了。警察的态度很敷衍，阿泰对此很生气。当他送孩子来时，女孩告诉他，妈妈说出去买礼物了，很快就会回来。阿泰不信一个关心女儿的母亲会突然消失，他决定继续调查。在另一边，秀月醒来后去质问前台，前台说没看到有人戴头盔。就在这时，秀月突然接到一通电话，然后匆忙回到警局。停车时碰到开保时捷的同事老周，老周还讽刺他想反对他，觉得这种人是晋升的头号目标。本以为能顺利升职加薪，结果升职的是老周。局长告诉他，老周的爸爸和厅长关系很铁，想赢过这种关系，只能希望下辈子投个好胎。阿泰晚上查到郑允文的手机信号，最后信号出现在一公寓，他去那公寓查看，被小区保安发现，保安偷偷打了电话。阿泰进屋后看到一个玩具熊，看来是郑允文买给女儿的。紧接着在卫生间里闻到了奇怪的味道，然后在地漏里发现了一团带血的头发。就在那时，老范突然闯了进来，竟然对阿泰痛下杀手。第二天，秀月被局长叫到办公室，局长告诉他有晋升的机会。原来老范是都议员的弟弟，都议员即将参加选举，昨天的事需要有人去帮老范处理。秀月在自己的披萨店与都议员见面，向他保证会妥善处理事情。随后秀月找到满脸伤痕的阿泰，试图说服他内部解决此事。阿泰却透露了他发现头发的事情。两人又一次来到现场，发现现场已经被清理干净。看着老实巴交的阿泰，秀月感觉事情不简单。秀月又去找老范，老范却坚称阿泰越界了，对于带血的头发一无所知，还说阿泰是个戏精，应该给他颁个影帝奖。秀月本来希望双方能道歉了结，但老范拒绝和解，还批评秀月的处理能力。秀月性子也很急，立马反驳说他是来讨好他哥的，和他没什么关系，最好乖乖听他的安排。但老范也不简单，他预计阿泰会继续调查，于是贿赂邻居，诬陷阿泰犯了强奸罪。秀月一查就发现问题重重，他直接打电话给老范，警告他不要过分。晚上秀月意外遭遇头盔男，对方直接将他打晕。等他醒来的时候，却发现自己在郑允娥血迹斑斑的卫生间里。头盔男又一次出现了，秀月与对方搏斗，却又在家的沙发上醒来。他开始分不清现实和梦境。第二天，在秀月的一声怒吼下，阿泰和老范互相道歉了。阿泰去找郑允娥给女儿的玩具熊，结果发现整个房子都被拆了，最后在垃圾堆里找到了玩具熊。这一幕被保安看到了。晚上，秀月去参加杜议员女儿的生日宴会，杜议员把她介绍给厅长，厅长说他认识秀月，两人尴尬地交谈了几句。杜议员送女儿去睡觉的时候，突然听到客人闲聊一个玩具熊，说这玩具熊最近很流行带录像功能的，郑允娥的公寓里就有一个一模一样的。这时天空突然雷声大作，杜议员脸色大变，原来郑允娥是杜议员的情妇，那天晚上被他醉酒失手打死。玩具熊记录了一切。另一边，阿泰在回家路上差点被拖车撞倒，玩具熊掉落了。阿泰发现里面藏着一个存储卡，他没时间多想，赶紧回家想看存储卡里的内容，结果刚打开电脑就被闻讯赶来的老范偷袭，他抢走了存储卡。看着不能动弹的阿泰在房间里倒汽油，另一边喝醉的秀月正准备回家，头盔男突然出现，硬是把他拉去阿泰家道歉，结果门一开就被炸飞了。秀月看着昏迷在火海中的阿泰，显得有些手足无措。头盔男直接砸破窗户，
把他俩推了出去。头盔男帅气的跳下来，潇洒的扑灭了身上的火苗，摘下头盔，对秀月说：“幸会柳秀月。”秀月醒来时，已经躺在医院里了。阿泰还在昏迷中，醒来的希望渺茫。看着病床上的阿泰，秀月说：“看来你是对的。”另一边，老伴和杜议员正在观看抢来的视频，只是郑允娥的生日祝福给女儿。杜丽媛松了一口气，随后告诫老范要彻底处理阿泰。局长正在痛斥秀月，舆论认为秀月调查过度，导致阿泰承受不住。局长要秀月处理好这事，否则别想升职。秀月和搭档去了阿泰家，一位目击者表示，爆炸前看到一名外卖员经过，询问是否看见过头盔男。在善觉得秀月有问题，建议他去看心理医生。秀月向心理医生诉说自己的情况，医生认为是他睡觉时不小心磕到的。秀月和在善再次回顾案情，发现阿泰后来去过郑允娥的公寓，他想不明白阿泰为何如此纠结此案。两人来到公寓，发现公寓已经重新装修完毕，公寓焕然一新。工人告诉他们，阿泰曾在这里搜寻过什么。秀月在卫生间回忆起那晚的经历，他们认为这里一定发生过什么案件，阿泰可能找到了关键证据，结果被人打倒了。他们正苦恼时，看到了贴在墙上的寻人启事，找到了雨儿。看着这个可怜的小女孩，秀月心里也非常难过。这时在善在查看监控录像，发现一辆动物火化车曾来过这个小区，联想到郑允娥的失踪和这辆火化车，整件事变得非常可疑。秀月和在善通过监控很快就追踪到了那辆车，但途中不幸让车主逃走了，车里的骨灰还没来得及清理。老范得知此事后，找到了那个帮他处理尸体的小混混，上去就是一顿痛打，警告那人赶紧离开。老范随后来到阿泰的病房，采集了他的指纹，打算让不能说话的阿泰背这个锅。与此同时，秀月和在善将骨灰送去化验，果然确认是人骨。为了不让你们害怕，采集了郑允娥弟弟的 DNA 样本做比对，但雨儿似乎感觉到了什么，在秀月离开时追了上来，问他妈妈是不是已经去世了。秀月看着这个可怜的小女孩无法作答，比对结果正如预期是郑允娥。那晚秀月回家时碰巧哥哥在点外卖，她注意到外卖员头盔上的摄像头，突然想起有目击证人提到那晚阿泰看到了一个外卖员。秀月马上去配送站调查，正好拍到了老范离开的画面，连接到最近发生的事件。秀月断定老范就是杀人纵火的凶手，他和在善立即出发去抓捕老范。没想到情况突然一变，老范指控阿泰才是真正的凶手，在他家附近找到了带指纹的凶器。在善忍不住这种指控，一气之下打了老范一顿。回到警局后，秀月向局长请求彻底调查此事，局长却拿出了禁止调查的命令，还有一个都议员的证词，证明案发当天老范和他在一起。秀月听后感到非常震惊，他意识到这是一场权力的交换。在郑允娥的葬礼上，他内疚不已。在善也不再理会已经成为组长的他，下班时偶遇前女友小倩，小倩透露郑允娥是水哥的现任女友，水哥之前已经死了，现在连郑允娥也遇害了，而且阿泰和郑允娥之间本没有任何关联。之前水哥让人制作了一个可以录像的项链，那项链是给郑允娥的。他询问秀月是否见过那条项链，刚升职的秀月不想再卷入此案，他直接让小倩下车。回家时在电梯遇到了戴头盔的男人，那人直接把秀月绑在摩托车上，一路狂飙到小峰或老巢那里，二话不说直接开打。头盔男打得非常痛快。秀月在仓库里找到了那条失踪的项链，回家后他从项链里取出了一张内存卡。看完视频后他完全震惊了，原来项链记录下了杜议员犯案后的谎言乱语。秀月冲出去想要把项链扔掉，却被一个戴头盔的男人抢走了。他愤怒地质问那人是谁，头盔男称自己是英雄，然后跳进河里消失了。秀月返回警局，这时电视上正在播报议员成功连任的新闻。杜议员主动提出邀请秀月和警局高层共进晚餐。正当他准备出门时，秀月突然头痛欲裂。他去洗手间洗脸时，头盔男再次出现，向秀月道谢后便转身离去。秀月意识到事情不对劲，他急忙追了出去，眼睁睁看着对方从小倩身边经过，大声喊叫，然后猛地飞起一脚踢向杜议员。所有人都惊呆了。这时秀月脑中无数记忆碎片突然拼合起来。那天跳楼叫阿凯，深夜去公寓调查现场，暴打小混混抢回盘子，这一切的幕后其实是他自己。秀月大声指控杀人犯，猛打杜议员。这时他的主人格突然占据了上风，面对警察的追捕，他撒腿就跑。此刻他不敢相信任何人，只能给小倩打电话了。他告诉小倩找到项链了，是都议员杀了郑允娥。小倩问秀月项链在哪里，但是项链被另一个人隔藏了起来。两人回到秀月家寻找，但是没找到项链，反而发现秀月保存了很多他们俩以前的合照。他甚至跳进河里去找，最终还是空手而归。晚上去岳母的店里，竟然发现项链戴在妈妈脖子上，
第二天，秀月找到局长，向他展示了证据。局长说拍得不够清晰，担心定不了罪。秀月说，如果能拉下博辉议员这种大鱼，局长和厅长的形象将无人能及。局长把这事告诉了厅长，说如果能办好就最好，办不好就让秀月背黑锅，然后通知都议员把秀月停职。夜里，秀月去看心理医生，结果医生催眠时自己先睡着了，醒来后教了秀月一套古怪的仪式，结果晚上不但没效果，反而把身穿红衣的另一人格召唤出来。秀月紧张地问他叫什么，对方说叫 K， 秀月误听成了 gay， 气得对方大声解释是 OK 的 K。 第二天，小倩来找秀月，发现秀月的开门密码竟然是她的生日。小倩确认了视频内容，是都议员杀了郑宇了，这就说明了一切，应该是警察的事。水哥之前一直在秘密调查都议员，那么水哥的死，都议员肯定脱不了干系。秀月说这个案子他们已经在查了，让小倩不用担心，但在前女友面前，他怎敢反抗呢？老范偷偷去医院看望阿泰，正犹豫要不要下手，这时秀月赶到了。秀月对他说，你去自首吧，那个帮你们处理尸体的混混马老板，我迟早会抓到他。老范很不甘心地走了。晚上，秀月回家，发现哥哥在为他庆生。原来秀月是被月妈领养的，因为不知道他的生日，就和哥哥同天庆生，这样就不会忘记了。第二天，哥哥突然送他一个变形金刚玩具，原来昨晚K又出来捣乱了，在他睡觉时让哥哥送礼物。一问之下，还有意外的发现， K 之前去偷项链时还拿走了一箱东西，都藏在哥哥的披萨店里。两人打开一看，原来是一箱赃物。秀月想用这些赃物把那帮混混引出来，没想到哥哥居然能在暗网上卖东西，直接把东西拍照挂网上了。另一边，都议员约见了黑帮老大毒姐，他希望对方能帮他干掉一个人。毒姐说杀人没问题，但是我需要一家有官方牌照的快递公司。都还在质问他，难道你想用快递来运毒吗？毒姐不在乎的回答，你以为我不敢？另一边，秀月接到哥哥的电话说钓鱼没成功，结果自己被小混混绑架了。秀月立刻赶过去救人，同时拨打电话请求救援。救援还没到达，就被敌人发现。尽管他拼命逃跑，但还是被敌人逼进了一家便利店。孤身一人难敌众多敌人，只能挨打。幸好关键时刻 K 出现了，上来就展示了精彩的操作，直接打倒了一群人。有人拿刀向他刺来，被 K 徒手抓住。就在他即将发狂时，小倩赶到，用飞腿制服了小混混。两人赶紧去救哥哥，结果发现哥哥已经吓尿了。返回警局，秀月立刻开始审问马老板，对方很快就供出了老范。但当秀月赶到时，老范已经死了。原来杜议员让毒姐帮忙除掉的就是老范，秀月差点就成功了。回到警局，发现一切都乱套了。杜议员开始对秀月下手，他命令检察厅销毁所有文件，挖掘秀月的黑历史。秀月回到家，发现家里也一团糟。月妈说检察厅的人来过了，还把月哥抓走了，一直没释放。看着焦急的母亲，无奈之下，秀月只得去找杜议员，把内存卡交给了杜议员，恳求杜议员这次放过。杜议员给他倒了一杯酒，说你以后就别当警察了，去大公司工作吧。为了救哥哥，秀月只好接受他的安排。杜议员又让他看了一个视频，是给雨儿的生日留言。秀月脑海中不断浮现女儿的脸，最后忍不住跑去洗手间，感受到内心的痛苦。就在这时，突然接到阿泰的电话，原来2小时前，阿泰已经苏醒。当时老范正想去杀他灭口，结果被及时赶到的警察打乱，阿泰就这样逃了出来，然后藏在老范的车里。老范最后交出了自己和杜议员会面的录音笔。知道真相的阿泰震惊极了，只好打电话给秀月求助。没想到窦医院恰好在洗手间听到这事，他马上联系了毒姐，让他帮忙抓回阿泰和录音笔。同时小倩找到了组长老金，告诉他水哥的真正死因。老金听后非常震惊，决定帮兄弟彻查真相。这时秀月已经和阿泰见面了，秀月得知了全部真相。阿泰向秀月道歉，说是自己连累了他。秀月看着眼前这位正义的伙伴，心情复杂，但是他还是把阿泰的位置告诉了杜议员。很快，杜议员带着毒姐手下的老狼赶来了，杜议员只留下秀月让其他人在楼下等，他决定亲手解决阿泰。此时小倩和在善在附近秘密监听，原来秀月他们手中没有确凿证据，无法证明杜议员的杀人行为，所以设下了这个陷阱，引诱杜议员亲口承认。在阿泰的连番追问下，杜议员情绪崩溃大喊，那女人活该死，是我杀的她。听到这关键证据，秀月一脚将杜议员踢倒，小倩和在善也赶到了，不料被楼下的小混混阻拦。杜议员在老狼的掩护下试图逃跑，秀月紧追不放，但此刻他不是老狼的对手，老狼几下就将他打怕。关键时刻配人格觉醒，轻易的解决掉老狼。正要对杜议员下手时，秀月的人格出现，说剩下的交给我吧。可以。看着秀月恢复斗志出欣慰的笑容，接着
电视上到处都在播放杜议员被捕的新闻。独姐坐在老狼的车里，看着外面的大屏幕，心事重重，不知在想什么。秀月去医院看望女儿，恰好阿泰也在询问情况，得知自己即将复职，女儿主动为秀月烤肉，这让秀月这个久未做好事的人感到有些手足无措。幸好同事在善，及时赶到，缓解了尴尬局面。秀月带着复杂的心情给女儿看郑允娥留下的视频，离开时表情严肃，心里在想什么谁也不知。但好景不长，回到警局后得知，检察厅取消了对他的调查，竟然是因为他的灰色收入被捐给了青少年保护所。秀月简直气炸了，他冲到保护所的楼顶去质问 K 为什么要这么做。 K 望着楼下的孩子们，反问他为什么捐给这里。显然秀月和这个地方有某种联系。穷困潦倒的秀月只好搬回家住。K 人格最近越来越活跃，不仅和秀月一起洗澡，还一起玩跷跷板。秀月甚至早上去 KTV 敲诈，晚上就把 KTV 端了。更搞笑的是 K 超喜欢小倩，每晚都跑去送花。心理医生告诉秀月，这样下去他早晚会垮掉。在监狱里，多议员让独姐帮忙，独姐却直接挂了电话。紧接着多议员被其他犯人袭击了，警方怀疑有人要灭口，并且预感多议员醒来后会说出真相。小倩建议立刻将多议员转移到安全的监狱，由他和同事亲自押送。但路上还是发生了意外，遭到了劫杀。除了小倩，其他人都死了，小倩成了主要嫌疑人，毕竟是他提议转监的。看着审讯室里焦急的小倩，佩非常急切地想要救她，他甚至愿意用生命换小倩的自由，并承诺消失自此消失。人格分裂的秀月感觉一线希望，立刻答应帮助小倩洗清她的冤屈，恢复自由。随着调查的深入，秀月发现富二代小倩的家竟然破产了，而且竟然没同事知道这件事。秀月提醒小倩，这件事可能会让人怀疑她可能无法接受这种落差，并可能与犯罪分子合作。小倩听后也紧张起来。另一边，独姐和老狼也爆出重磅消息，原来那晚并非他们的人劫杀议员，最近他们还丢了一批毒品。独姐决定停止销售，这样一来，还在卖的就是偷货的人。秀月和小倩经过调查，终于找到目击者小雨，但小雨坚称自己什么也没看到，这让情绪失控的 K 人格出现，他想要对小雨动粗，这样小雨更不可能说话了。小雨直接逃跑，秀月气得要命，去找心理医生，希望他能消除 K 人格。医生说，如果人格不主动离开，是没办法消除的，只能尝试让他平静下来。在谈话中，秀月发现 K 特别反感提起小时候的事，秀月马上让医生帮他催眠，去找小时候的记忆。秀月在一个走廊里看到很多门，打开一扇门，看到2个少年的背影，正想看得更多时，突然从梦里惊醒。医生严肃地问他，你小时候失忆过吗？第二天，秀月的小组来了个新人，竟然是阿泰，这让秀月简直要疯了。和阿泰这样正直的伙伴在一起，他以后别想有外快了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接了一个电话，原来小倩家里发现了大量现金和毒品，这让小倩不知所措，她只能求助于秀月。虽然知道小倩是被人诬陷，但还是得带她回警局拘留。面对秀月对整个缉毒组的质疑，小倩仍然认为有人故意栽赃，缉毒组内部应该是没问题的。结果证明打脸的来得挺快，原来是小倩的组长老金才是幕后黑手。在都议员受伤的那天，他就已经知道了毒品的事，然后让助手小许偷走了毒品，又派独眼去杀了押运的人，只留下小倩来背这个黑锅。不过把脏东西放在王小倩家是小许自己的主意，老金知道后狠狠地把小许揍了一顿，让独眼快点把事情处理掉。晚上，秀月又找到了目击者小雨，正好阿泰打来电话，他说监控拍到一辆假救护车去过事故现场。秀月再次询问小雨，得到了肯定的回答。他们在旧车厂的监控盲区发现了救护车，找到了救护车。阿泰建议检查这里未拆除的行车记录仪，结果确实发现了独眼的身影。与此同时，独眼在触手扶贫时被老狼抓得挣扎，独姐约见老金，两人谈判条件。老金要求独姐把货买回来，自己帮他清理出货场地。独姐不在乎钱，但他提出了更残忍的条件。警局里的几人正在分析案情，阿泰发现了一个可疑的拆车厂，可能与独眼有关。秀月让他们继续调查，自己先去核实，结果不小心被独眼的人发现了，在混战中被独眼偷袭，注射了1针毒品。昏倒后醒来，发现老金一伙人竟然出现在面前，但情况又出乎意料，老金突然开枪射伤了小许，然后胁迫独眼用小许的枪杀死了他。原来独姐要他处理掉偷货的人，而杜议员的案子也需要一个警局的内鬼来背锅，所以老金制造了小许是内鬼的假象，和独眼因为分赃不均闹内讧。独眼自知不是老金的对手，就把一切都怪在秀月身上。为了保命，在老金提供的注射器上留下了自己的指纹。老金还说，刚刚已经打了一笔钱到月哥的账户。这样一来，秀月吸毒和收黑钱的证据被确立了。
这样他就不敢到处乱说了。独眼最后还是被关进了监狱，案子就这样结束了。但这个结果让 K 人格很不满，毕竟还没救出小倩，他和秀月大打出手，实际上就是在自己打自己。秀月去探望小倩，了解到独眼已经死了，是他的同伙。秀月欲言又止，不知道该怎么开口。对此一无所知的小倩随口一问：“支持杀害水哥的是小沈吗？小许也是吗？”这一问让秀月震惊，他返回警局查看证据，发现当时小沈的身上有一条横幅，而水哥的腿正好在横幅上。如果按照老金最初的描述，这种情况本不应发生。真相只有一个，是老金杀了水哥。秀月重回现场推演案件，意识到案件的复杂性。面对凶残的老金，他决定和 K 联手，干掉这个警局内的败类。就在这时 ，K 提醒秀月，水哥去世后，他接到了一个举报电话，说不是小沈杀的水哥。当时秀月没当回事，现在回想起来，需要找出当初为小沈申冤的人。秀月在小沈家发现一家康复院的手册，护士说小沈是一个瘾君子，是阿正的朋友，经常带阿正来这里接受治疗。月然后向对方索要了阿正的照片，来到了瘾君子常去的废车场。晚上秀月化妆成瘾君子混了进去，秘密搜寻阿正。虽然过程中遇到了一些曲折，但最终还是成功找到了他。秀月把阿正安置在了心理医生的诊所里。阿正告诉秀月，打举报电话的人不是他，但小沈确实向水哥举报了缉毒组里有人与毒贩勾结。阿正还将此事告诉了头目独眼，他没想到会害死自己的好兄弟。另一边，老金坚持让独眼在法庭上咬定小倩。独眼告诉他昨天看了他的小说。秀月又去了飞车场，老金听后感觉事情不妙，于是安排人在拘留所里对小倩下手。秀月得知此事后，直接找到老金，警告他如果小倩再受伤，大家都休想好过。与此同时，阿泰和在善查到了小许生前的行动轨迹，其中有一段时间与小倩家的时间重叠。小许放违禁品的时候顺手偷了几样东西，伪装成失窃的样子，这才让警方发现了违禁品。时间如此紧迫，小许肯定还没来得及处理偷来的东西。两人在废车场找到了小倩家里丢失的东西，成功帮助小倩洗脱罪名。秀月去接小倩的时候，旁边的佩羞涩的不行。秀月感叹小倩几天的救助行李竟然这么重，结果小倩从里面掏出一大堆秀月写给她的各种肉麻情书，原来都是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写的，送给小倩的礼物。可始作俑者却在远处看着笑话。在回家的路上，小倩推断出肯定有人在利用这事威胁别人，秀月只好把所有内幕都告诉了她。小倩听到这爆炸性新闻，一时间难以接受。就在这时，突然接到阿正的电话，他叫秀月找出举报的人。原来阿正跟独眼提及小沈时，旁边还有另一个人，那人是老金的另一个助手小赞。这就意味着打电话的不是他自己，那肯定就是小赞。阿正把小赞约出来了，希望他能出来作证。但第二天秀月收到了噩耗，阿正死了，但杀他的不是小赞，而是毒劫的手下。原来他们一直在监视所有脑筋相关的人，但那天晚上秀月找到了小赞，因为阿正临死前只联系过他和小赞。小赞不承认自己杀了阿正，但承认匿名举报电话是他打的。他质问秀月为什么之前不理他，为什么现在又改变主意。秀月说自己太累了，后悔的日子实在太累。他反问小赞，你现在不累吗？秀月给了小赞一晚上的时间来考虑，希望他能交出手中的证据。小赞坐在酒馆里，回想水哥对他的关怀，他决定把证据交给秀月，但他的行踪已经被人监控。老金立刻得到了这个消息，一路狂飙去阻止小赞。秀月还没到，证据已经到手。原来那天水哥死的夜晚，小赞也来到了现场，还录下了老金行凶的视频。为了自保，小赞把手机交给了老金。正当老金暴打小赞时，秀月及时赶到，黑暗人格瞬间附身，轻松打败了老金。老金说已经安排绑架小倩。秀月犹豫不决，被小赞一拳打倒，质问为什么要他交出证据，然后把手机狠狠踩碎。秀月来不及多想，只能赶紧去救小倩，结果却落入另一个陷阱，和小倩一起被锁在充满迷雾的货车里。幸好有 K 人格，一直努力逃生。小倩这时醒来，三人合作，终于破门而出，抓到了老金派来的司机，开着货车直奔黄龙，抓住了所有和老金合作的混混。对方完全不肯配合。正好小倩发现最近的流行毒品来自毛熊，老金一直有交集的那帮人也被盯上了。秀月和小倩计划诱骗独眼，吐槽老金把责任推给他，试图让他争取立功，还有可能减刑。独眼被两人的话吓到，指出了老王的照片。正当秀月头疼如何找到老王的时候，小倩给他打了电话，告诉他杜议员以前开过一家快递公司。说来也巧，秀月路上碰巧遇到曾与老狼一同作案的小胖子，驾驶着快递车，他偷偷跟踪了对方，发现这家公司竟在运送毒品，他立即呼叫支援，把他们统统抓了起来。老狼在通知毒姐后逃跑了，
秀月迅速赶去拦截，结果被老狼用刀子捅伤，这让秀月气得想直接干掉他。审讯时，老狼完全不合作，甚至试图自杀。老金用了某种手段，竟然把案子从秀月手里夺走。晚上，毒姐约见老金，让他赶紧把被警察查获的毒品取回。老金没办法，只得照做。同时，正在医院探望在善的秀月，突然接到小倩的电话，原来小倩一直在监视老金。秀月和阿泰立刻赶去与小倩会合。与此同时，毒姐的手下准备对老金下手。老金一怒之下把毒品全烧了。就在这时，秀月他们赶到了。老金逃进了一栋废旧的建筑，秀月追上去时被老金开枪打中，幸好他事先穿了防弹衣。正当老金准备再次开火时，被及时赶到的小倩一枪击倒。历史再次重演，老金不慎从楼上掉了下来，幸亏秀月及时抓住了他的背包。原本还在强硬的老金马上求秀月和小倩把他拉上来。看着天空中飘落的钞票，秀月叹息着说：“这值得吗？”警局里这次小赞不用问，直接向阿泰坦白了一切。他现在只想好好睡一觉。秀月送小倩回家，小倩主动邀请秀月进屋坐。这姑娘看起来挺美。屋子里真的很乱，中枪的秀月还像个老妈子帮着拖地。小倩拿出药箱为秀月处理伤口，看到药箱上还贴着秀月当初的便签，回忆起过去的美好时光，两人激情地吻了起来。案件结束，秀月把枪和工作证交给了局长，向他坦白了帮老金伪造证据的事，表示愿意接受任何处罚，包括被开除。刚回到家想过清白生活的秀月，发现哥哥的店铺被水淹了，原来是月妈忘记关水龙头，地板全部泡水了，房东要求赔偿2000万韩元。看着无助的月哥，秀月立刻跑去找局长要回工作证。局长非常给力，帮他处理了乱七八糟的事。但在复工前，秀月需要接受心理咨询，评估他是否适合继续工作。毒姐亲手解决了一个问题，没能从老金那里拿回货的手下。老狼在途中杀掉了所有人。与毒姐会合，秀月去见心理医生，医生是少年保护所的老申。秀月和老申聊天时，故意隐瞒了自己的一些情况。老申提议下次见面可以聊聊小时候的事，这让旁边的人瞬间紧张起来。秀月又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中。原来秀月小时候常被家暴，有一天她终于逃了出去。后来听说那天父亲去世了，那天前后半年的事她都记不清了。正当秀月快要崩溃时，在走廊里遇到了 K。 第二天去找原来的心理医生进行催眠，但还是没弄清楚 K 为何会在那里。这时警局来人了，小白涉嫌杀害自己的前警察父亲，涉案毒品疑似来自毒姐的团伙，缉毒组也有人被杀。局长决定让秀月来调查这个案件，必须尽快铲除毒姐的组织。小倩也来帮助秀月。车上的气氛有些微妙，佩不太放心，警告秀月不要对小倩有非分之想。心虚的秀月草草应付了几句。到了案发现场，秀月发现死者是他认识的人，老白当年被秀月逮捕，关键时刻小白给了他老白的账本，希望秀月能帮忙。老白最好一辈子都不出狱。看着审讯室里的小白，秀月感到非常自责，觉得当年应该不只是解职老白，这样或许不会发生今天的事。审讯中小白也记不清案发时的情况，秀月心里难受，为小白找了个律师。没想到小倩也有同样的想法。晚上阿泰发现了令人震惊的证据，小白在行凶时竟然把整个过程录了下来，像是在完成某个人的使命。另一边和律师会面时，小白问了一句今天几号，得知答案后突然自残，被送往医院。秀月找到了心理医生，让他分析小白的作案视频。医生得出的结论是，小白似乎被人操控了情感。阿凯他们也发现，小白作案前曾去见过某人。秀月从师傅那里得知，小白去的地方是少年保护所，那里的咨询师正是前几天见过的老生。这时秀月接到了阿泰的消息，小白作案前见的那个人也是老生。秀月立刻赶到老生的办公室，他认为擅长心理咨询的老生正是控制小白的幕后黑手。老生拿出当时的录像来证明自己的清白，还提醒秀月，那个视频是故意留下的，好像是在传递某种信息。秀月觉得老生在诡辩，老生对此不以为意。他对秀月说，秀月这么关心小白的案子，可能是因为他们有类似的经历。这话触动了秀月。晚上回家后，秀月询问月哥关于自己被捡来时的情况。月哥说，那时的秀月像是刚打过架一样，浑身是血，还告诉他自己的本名叫在熙。但月妈及时打断了月哥的话。看着挖根问底的秀月，月妈似乎很担心。秀月回到了石柱那里，想要找回失去的记忆。看到了过去的自己，他追了过去，又一次陷入了回忆。长王又一次出现了，阻止秀月开1002号门。这种得不到的痛苦让秀月快要疯了。月哥发现自己的店铺被转让了，他去找月妈，埋怨他把店输掉了。月妈对儿子说，自己患了老年痴呆。乐哥听后震惊不已。那天晚上，秀月去了医院，发现小白逃跑了。这时老申突然打来电话，他告诉秀月操纵小白的人可能在进行某种游戏。老申叫了声小白，电话就挂了。
秀月感觉不对，立刻赶了过去。老申已经被发现并送医了。阿正是发现他的学生。秀月在老申电脑上找到一个定位，竟然是他小时候的家。秀月立刻赶了过去，看到小白正坐在那等他。秀月问他为什么伤害老申，小白说因为秀月总是查错地方，老是查无关紧要的人。他问秀月今天几号，听到回答后自言自语说时间到了，然后自尽了。秀月去接老申出院，他告诉老申幕后黑手可能就是针对自己的。老申决定帮助秀月找到幕后黑手。那个晚上，阿泰把小白的暗网账号发给了秀月，秀月紧张地输入密码登录，登录后突然收到了一条消息，他马上询问对方身份，对方发来了秀月的旧名字。这一刻他感觉血液都冻结了。秀月的思绪又回到了过去，他看着编号为1002的房间，意识到这代表的是10月2号。推开门，看到父亲倒在血泊中和穿着黄雨衣的自己，秀月决定重新调查这件事，发现原来是一起谋杀纵火案，但他妈只告诉他父亲是死于火灾。秀月去找母亲询问真相，却发现母亲大半夜不见了，找到母亲才知道她患了老年痴呆。第二天，母亲告诉秀月，她相信自己的儿子不是杀人凶手，让秀月也要坚信这一点。在路上，秀月追问为什么当初不让自己开门， K 说他怕自己可能杀了秀月的父亲。秀月和 K 去咨询心理医生，医生说记忆可能会扭曲，但这可能是为了掩盖更深的真相，建议秀月去记忆长廊探查，看看其他房间里有什么线索。秀月为找出10月2号的线索，开始调查20年前的那起案件，最终找到了一个与小白案件相似的案子，死者是一名贩毒分子。最初死者的儿子允浩是嫌疑人，但很快警方抓到了另一个嫌疑人来福。小倩发现来福在狱中时，一直有人给他写信。秀月偷偷潜入来福家，发现了这些信，发现信的寄件人是死者的儿子允浩，信里的内容是来福背诵的口供。原来允浩已经对来福洗脑了，还伪造了他的记忆。这时来福回来了，激动的来福一把把秀月推进水里。秀月突然回想起过去的一段往事，那年他想跳河自杀时遇见了允浩，允浩说他有办法帮秀月逃离地狱。这时来福的情绪也平静了许多。晚上秀月登录了小白的账号，给对方发送了允浩的全名，对方立刻回复你现在才想起我。秀月问他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对方说这个秀月需要自己去查。秀月去了少年保护所寻找线索，找到了自己和允浩当年的合影。秀月又想起了允浩曾承诺要带他逃生。在天台透气时，看到一个奇怪的女孩往楼下看，秀月急忙上前阻止，女孩看起来很慌张跑开了。与此同时，阿泰去找当年报警救助老生的学生阿正，却发现阿正的哥哥被杀在家中，阿正就坐在尸体对面警局里。面对秀月的询问，阿正只是念叨那个混蛋，他说死了我就可以逃出地狱了。这话让秀月感到非常震惊。这时阿泰告诉秀月，找到了阿正的不在场证明，那时他在一家餐厅偷钱，只好先把阿正释放。秀月查看监控时，突然看到那个奇怪的女孩，她提着一袋东西出现在阿正家附近。秀月立刻意识到，那时她可能不是想跳楼，而是在看某样东西。果然在下水道里找到了雨衣和凶器，同时得知那女孩叫素颜。她刚被救护车带走的时候，我正赶过去。秀月赶到医院，阿泰还告诉妍，那个叫长毛的是她男友经常对她家暴，这几天她一直在监视阿正，发现阿正一直在跟踪长毛。这时所有线索在秀月的脑海中拼凑起来，想起阿正之前去偷钱，显然是为了制造不在场证据。现在素颜住院了，这就是完美的不在场证明。他们计划进行交换杀人。秀月想到这里，意识到长毛可能有危险，立刻赶去找他。正好在阿正动手时救下了长毛。秀月和阿正对视，仿佛看到了过去的自己，隐约中回忆起齐云笑着感谢他，谢谢你杀了我爸爸，我马上就去救你。就在秀月发呆的时候，被阿正刺了一刀。秀月开始在现实和记忆之间徘徊，阿正趁机逃跑了。秀月再次回到记忆的长廊，看到1002房间里的情景，父亲被杀。就在他不知所措的时候，有人出现在他面前。秀月激动地解释不是自己杀的父亲。正当他打算和 K 一起离开时， K 根据当时的对话认为他们可能进行了交换杀人。 K 认为是自己动的手，他准备离开秀月，但秀月感觉情况并非如此。他咨询了心理医生，询问一个人格是否可能被洗脑。心理医生表示，如果是那样的话，肯定涉及到情感操控了。另一边，毒姐准备清仓逃跑，但街头的飞代克想要将他压垮，结果被毒姐直接解决掉了。毒姐对老王说，为什么小白那么容易就能得到毒品，又恰好在杀了自己父亲后跑去警局。他怀疑在他们离开之前，一定要先处理掉这个人。另一边，秀月因为可以离开而感到安慰，他试图解释自己没有杀人，但没有证据支持。他来到阿正偷钱的餐馆，在那里找到了正在逃跑的阿正。秀月告诉他自己能保护他。就在这时，突然接到郑允浩的电话，回去的时候阿正已经消失了。第二天，秀月拿到了针对长毛的拘捕令，
通知阿泰时，得知长毛被阿正绑架了。秀月在天台上找到了正要对长毛下手的阿正，秀月再次向他保证会保护他，并且会为素颜讨回公道，将长毛绳之以法。阿正回答说他无法停手，如果他停下来，素颜就会有生命危险。郑允浩一直在监视他。秀月四处张望，果然在楼顶发现了一个戴口罩的人。这时阿泰他们赶到现场，秀月赶紧追那个监视的人，两人见面便开始搏斗。但现在的秀月不是对方的对手，被压在地上痛击。一瞬间，他又陷入了回忆。回忆中的允浩正在对少年秀月进行洗脑，让他承认是自己杀了人。秀月觉得允浩简直就是魔鬼，想要反抗却被对方强行洗脑。就在这时，可以出现了，在记忆中暴打郑允浩。那秀月现实中呢？你没有杀人吧？是你救了我。然后瞬间换了人格，1秒钟就干掉了监视者。就在那时，秀月接了个电话，监视者不过是个小角色。郑允浩就在楼下盯着秀月，看了整个过程，确定秀月有双重人格，说完就消失了。在审讯室里，阿正还是什么都不肯说。秀月看着他，仿佛看到了年幼的自己，于是带阿正回家吃面。面对这个和小时候的秀月相似的少年，月妈和月哥都非常热情，这让阿正感到难得的温暖。秀月讲起了自己的过去，小时候天天被父亲家暴，幸好父亲去世后遇到了妈妈和哥哥，才得以重获新生。他鼓励阿正要相信，世界上还是好人多，这让阿正的眼中似乎多了些光亮。另一边，小倩从线人那里得知，有人在找前往俄罗斯的船，照片上的人正是毒姐。在另一边，老狼已经找到了监视阿正的人，正在和毒姐通电话时，突然被允浩偷袭。电话另一端的毒姐察觉到异常，她大声问老狼在哪里，但此时老狼已经瘫倒在地，向手机的方向说你先走。毒姐愤怒地想要出门，这时小倩刚好赶到，两个女人突然开始扭打，但此时毒姐正处于暴走状态，很快她就把小倩锁在桌上逃走了。警方找到老狼的时候，那里的小喽啰已经死了。原来允浩顺手灭了小喽啰的口。调查虽然遇到了困境，不过秀月还是带着妈妈做的菜去看望阿正。她告诉阿正，不管他说不说都无所谓，他会继续调查下去。秀月之后去保护所找老申，他承认自己有双重人格，希望对方能帮助他治疗。老申很爽快地答应了，两人决定下次见面时开始治疗。老申看着秀月远去，脸上露出得意的笑。秀月出了门，脸上满是愤怒。原来阿正已经告诉秀月，他亲眼看到老申给小白洗脑，秀月故意来求助于老申，是为了让他放松警惕，找机会揭露这个恶魔的真面目。两人下次见面时，秀月本想让 K 诱导对方露出破绽，没想到允浩直接向 K 坦白身份，甚至试图再次对他洗脑，让他承认杀了秀月的父亲。幸好秀月及时出现，阻止了事态进一步恶化。显然允浩意识到了秀月的意图， K 担心自己刚才的行为可能已经被录像了。听到有录像，秀月灵机一动，晚上偷偷潜入办公室，拿走了允浩给其他人的咨询视频。同事们都觉得那录像里的字句确实有洗脑的迹象，但仅凭这些录像不能让允浩被定罪。第二天，秀月收到了一条消息，毒姐悄悄潜入了殡仪馆，偷走了老狼的尸体。幸好尸检已经完成，法医的报告显示现场还有第三个人，而且杀害老狼的凶器也不翼而飞。小倩发现了毒姐在一个宠物火化场把老狼火化了，她根据那晚毒姐的行为判断，毒姐肯定会去报仇。同时来福收到了允浩的警告信，再次尝试催眠自杀。幸好秀月及时赶到救了他。秀月拿着那封信直接找到老申，两人都清楚彼此的目的。两人对峙时突然开枪，案件接连不断。秀月试图激怒允浩，想吸引他的怒火，避免伤到旁人。回家时刚停好车就被毒姐袭击。毒姐播放了他和老狼的最后通话，询问秀月谁杀了老狼。秀月想要那段录音，两人在车里开始扭打。这时月哥回来了，看到秀月的车剧烈晃动，立刻害羞地躲了起来。毒姐见秀月拿出枪就想逃，秀月追出去时大喊老狼的名字，毒姐立刻停下脚步。秀月说杀老狼的人最终目标是他自己，他邀请毒姐与他合作，一起抓住了对方。为了表达诚意，秀月主动放下手枪。毒姐明白自己难以为老王报仇，于是决定与秀月合作。警局里，毒姐问小倩，法庭上能见到杀老狼的人吗？小倩说当然呢，毒姐是关键证人。原本以为可以结束此事，但情况突然急转直下。晚上来福要求见秀月，结果来福又被允浩洗脑了，他误将秀月视为幕后黑手，试图杀死秀月。允浩本人出现，直接杀了来福。秀月怒将允浩抓进警局，没想到一切都在对方掌控之中。允浩爆料秀月有双重人格，然后把来福、小白和月爸的死归咎于 K。 这些指控让秀月陷入困境。这时连小倩也开始怀疑秀月。与此同时，警察在秀月家搜到了凶器，原来允浩几天前就已设下陷阱，
他还在老年痴呆治疗中心兼职，给月妈做咨询，利用月妈记忆力差，故意拿出一个标记为秀月的袋子。月妈一看袋子里的匕首就吓坏了。允浩借机对秀妈进行洗脑，宣称秀月是杀害月爸的凶手。尽管被洗脑，月妈仍然认为秀月是凶手，但她爱子心切，依旧想要保护儿子。看着母亲变成这样，秀月非常愤怒，甚至想开枪杀了这个疯子允浩。结果被送进了精神病院，关了4个月，长期服用药物。秀月整个人都变傻了。小倩来探望她，看着眼前这样的秀月，忍不住泪湿眼眶。回到自己的房间，秀月假装吃药，其实都吐掉了。她一直在假装服药，趁没人时，她会和 K 练拳，练习搏击技巧。K 问她：“你准备好了吗？”秀月说：“我们该去找允浩那小子算账了。”秀月找到了主治医生，掌握了使用违禁药物的证据，威胁医生叫救护车帮他转移。主治医生表面上答应了，路上却安排护士来杀秀月。几个月的训练让秀月战斗力大增，他轻松制服了护士。秀月找到了心理医生，这家伙事发时逃跑了，因为缺乏证据，秀月白白当了几个月傻子。不过这位医生的专业还是很可靠的，他提醒秀月，关键是证明郑允浩就是老申。秀月意识到一个已经死去的小喽啰知道真相。就在这时，一队警察来抓秀月，幸亏小倩和阿泰帮忙，秀月才得以逃脱。关键是查明老申这个身份的来源。秀月说，应该从那些已经死去的小喽啰开始查。大家开始分头行动。此时允浩正在和阿正聊天，阿正其实偷偷录了音，他准备帮秀月收集证据。与此同时，小倩找到了毒姐，询问老狼是怎么找到小喽啰的。很快单和阿泰就查到了，发现小喽啰以前在精神病院住过，而给秀月看病的心理医生曾经是那家医院的院长。心理医生查看档案，发现小喽啰的本名是老申。这时允浩出现在办公室，原来他已经监视这位医生半年了。秀月赶到时，心理医生已经倒在地上，同时月妈那边也发生了事故。允浩通过信件诱使月妈发病。秀月回家时，月妈已经不认识他了，还误以为秀月是允浩要和他拼命。尽管母亲不认识秀月，但仍然叫骂这个坏人，说不许伤害我儿子，把我的秀月还给我。幸好秀月用真情将母亲唤醒，母子俩相拥痛哭。这时允浩打电话约秀月出来见面。挂掉电话后，允浩对阿正说，以后不用录音了。晚上秀月来到儿时的家，进门前可可告诉秀月要相信自己。允浩不满自己当年杀了秀月的父亲，秀月居然不认为是自己救了他，今天他要让秀月再做选择。说完就点燃了房子，露出了里面被绑的阿正。这时秀月再次感到记忆中的惶恐，好在可可及时出现，告诉秀月我们从不怕火。想起以前的经历，秀月毅然跳入火海，开始进行救援。允浩又一次偷袭秀月，变态地说，你就承认吧，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，只有我能救你。说完就把秀月扔在地上走了。这时候 K 也支撑不住倒下了。秀月的脑海里不停闪回以前的事，最终想起 K 的那句要相信自己，我就在你身边。秀月振作精神背起阿正从火海中逃出。允浩离开时，秀月挡在他车前。此时的秀月不再需要换人格，直接和允浩较量头硬，看谁的头更硬。最后两人都受伤。秀月在记忆的长廊里再见到 K， 是时候说再见了。K 嘲笑秀月是泪眼婆娑，一点也不像英雄，却偷偷躲起来哭泣，被秀月发现了。秀月终于记起了当年的逃脱，石 K 也在他身边，面对小时候的秀月道谢。石 K 说要感谢你自己，因为我就是你。两个人格拥抱痛哭，记忆长廊随之崩塌。秀月醒来时已经在医院，得知心理医生和阿正都没事，他因允浩被抓洗清了冤屈。在进行复职调查时，局长叮嘱秀月，只说人格分裂是为了揪出允浩，但 K 陪伴自己度过了痛苦时光，秀月怎能否认 K 的存在？所以复职的事得暂时搁置。秀月在哥哥的店里帮忙，阿正来应聘外送员。第二天，小倩带来了消息，警队的人都在帮秀月申诉，相信她很快能恢复职务。他还特别关心之前那次接吻的事，是秀月还是 K？ 秀月说，如果 K 知道了，他肯定不会放过我。看小倩走路的样子，他们未来一定会很幸福。另一边，吴姐趁允浩庭审上厕所时冲了进去，竟然直接咬死了允浩，为老狼报了仇。后来秀月在调查案件时，竟发现警察局长也涉腐，他再次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，飞身一脚踢向了警察局长，就像当初 K 踢向议员一样。剧中的秀月经历了严重的家庭创伤，幸好有好心的岳母和岳父帮助她成长，她才能长大成人。而在现实中，又有多少孩子因为原生家庭的创伤，影响了他们的一生？